大家好，我是Alden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两个 Oracle 靠云服务器保活脚本。大家都知道，目前 Oracle 靠免费的实力长时间空闲是会被回收的。如果在7天内满足以下3个条件，我认为应该是全部都要满足才会被回收，不然的话就不太合理。第一个条件是 CPU 利用率 95% 的时间都是低于 10%。第二个条件是网络的利用率低于 10%。第三个条件是内存的利用率低于 10%。这个条件仅适用于 ARM 实力，也就是说 AMD 实力有2个条件， ARM 的实力有3个条件。接下来分享2个空闲消耗的脚本，脚本的 GitHub 地址我会放到视频下方的说明。如果大家的服务器没有满足以上的条件，不建议大家使用，避免浪费资源。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叫做 Network Idle 的脚本，这个脚本是使用 Go 语言开发的，使用方式也很简单，只有3个参数。干 C 参数指定消耗 CPU 的间隔时间，干 M 参数是指定固定消耗内存的大小，单位是 GB。干 N 参数是指定消耗网络的间隔时间，实际上就是一段时间跑一次测速。接下来点开 Release， 它这里提供了2个执行文件，大家根据自己的机器类型下载对应的文件就可以。我就用 AMD 的机器和大家演示。右键复制链接地址，然后我们打开终端，通过 wget 命令下载一下。下载完成之后，通过 chmod 命令添加一个执行的权限给这个执行文件。我这里分割几个窗口，方便给大家看这个效果。第一个窗口运行 top 命令，然后输入大写 P， 按照这个 CPU 的消耗大小来排序。然后第二个窗口运行 nload 的命令，这个工具可以简单的查看这个服务器的网络情况。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这个程序，干 C 参数指定 CPU 的一个消耗间隔，干 N 参数指定这个网络的消耗间隔，我这里都是15秒，我这里就不指定这个内存消耗了，因为我这台服务器已经超过了 10% 的消耗。然后回车执行，大家查看一下上面的这个2个终端一个输出结果。可以看到它这里已经消耗了 50% 的一个 CPU 资源，右边这里也开始跑这个测速。上面这个是 income 就是一个下载的一个流量，下面这个是上传的一个流量。下面它这里也输出了相关的日志。然后再等15秒，它就会再继续去跑。大概的一个效果就这个样子。然后 Network Idle 有2个缺点，一个是执行的时间是固定的，不支持动态调整。第二个就是 CPU 和内存也是固定消耗，而且这个 CPU 占用太高了，它这里固定是跑大概 50% 的一个资源占用，有点浪费资源。这个脚本就和大家演示到这里，我先把它停止了。接下来看一下第2个脚本，第2个脚本是使用shell语言来写的。比刚刚的脚本的好处是，它支持动态的调整资源的占用，这样就比较友好了，可以避免资源的浪费。我也是比较推荐使用这个脚本。它这里也提供一键安装的脚本。
下面有这个脚本相关的一些说明，大家也可以自己详细的去看一下。然后拷贝上面的安装命令，回到控制台，粘贴回车直接运行。这个脚本集成了安装、卸载和更新了。我们输入1安装一下，接下来选择 CPU 的占用模式，这里输入1就可以了。然后它会下载这个 CPU 占用的脚本，然后接下来问你是否需要限制这个内存，我这里不需要，我就输入 N 了。然后接下来问你是否限制这个带宽，我这里输入 Y。接下来它同样会下载这个带宽占用的脚本。接下来问你是否需要自定义这个带宽占用的参数，如果你需要自定义的话，你可以输入 Y。我这里就默认的设置给大家演示，输入 N。然后它会安装完成，它默认的设置是45分钟执行一次，请求这个10分钟，最大的一个速率是 20%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脚本的安装路径去看一下，可以看到它这里有2个脚本，一个是带宽占用的一个脚本，一个是 CPU 占用的一个脚本。同样我们需要把这个窗口运行一个 top 命令，输入大写 P， 按照 CPU 占用排序，右边的窗口输入 unload 的命令，查看一下带宽的一个占用情况。接下来我们重启一下这个带宽占用的服务，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带宽占用的服务，还有一个定时器，因为它这个带宽占用是通过这个定时器去实现的。我们现在重启这个服务，就可以立马看到这个效果了。我们等一下查看一下这个窗口，可以看到已经正在跑这个带宽占用了。同样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speedtest 的一个测速脚本的运行。它已经跑完了，然后接下来的话它就会等45分钟再来跑一次。然后 CPU 占用的话，这里不好演示这个效果，因为它是动态调整的。我这里就快进给大家看一下，上面这个它会有一个标识命令的一个执行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它 CPU 的一个占用情况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内容已经讲到这里，如果视频内容对大家有帮助的话，希望大家给个订阅，点个赞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